朋友們，今天咱們要聊的話題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對宇宙的認知。如果我說人類或許被困在一座由黑洞組成的宇宙監獄裡，你敢信嗎？2025年8月 ，NASA 韋伯望遠鏡捕捉到了宇宙早期超大质量黑洞種子的關鍵證據。這些黑洞在宇宙大爆炸後僅數億年就已形成，質量達100萬倍太陽級別。它們並非由恆星死亡誕生，而是源於巨大氣體雲的直接坍縮。更神奇的是，理論上存在的微型原初黑洞可能比質子還小，卻有着一座山的質量。科學家推測它們或許是暗物質的候選體，但目前尚未有直接觀測證據。說到這裡，你是不是和我一樣好奇，這些神秘的黑洞到底是怎麼來的？我們銀河系裡到底藏着多少個這樣的時空陷阱？離我們最近的黑洞又有多遠？今天咱們就帶着這些疑問，一起深入黑洞的神秘世界，揭開宇宙中最迷人也最危險的天體之謎。首先，咱們得弄明白一個核心問題：黑洞到底是怎麼形成的？在過去的60年裡，天文學界一直公認一種答案：恆星死亡。簡單來說，當一顆質量超過太陽20倍的大質量恆星燃料耗盡後，核心會突然坍縮，外層物質以超新星爆炸的形式被拋射出去，而核心則被壓縮到極致，形成黑洞。這個過程有多誇張呢？相當於把整座珠穆朗瑪峰壓進一個比原子還小1000倍的空間裡，這樣的密度下，引力強大到連光都無法逃脫，黑洞就這麼誕生了。咱們銀河系中心的人馬座 A 星就是這樣的超大質量黑洞嗎？不對，最新研究發現，超大質量黑洞的形成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複雜得多。2025年8月，中國科研人員與美國羅格斯大學的合作团隊在《天體物理》雜誌發表了全新機制。在宇宙早期的漩涡星系中，由年老恆星組成的星系棒會像一個巨大的傳送帶，把大量氣體驅趕到星系中心。這些氣體在1億年內就能聚集起1億倍太陽質量，直接坍縮成100萬倍太陽質量的超大質量黑洞，而且這個過程是自我限制的。當中心氣體堆積達到星系盤質量的1%時，就會形成核環，像給黑洞帶上了枷鎖，讓它無法繼續大量吞噬物質，只能結實生長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宇宙大爆炸後僅5億年就出現了許多超大質量黑洞。它們根本不需要慢慢吃，而是一開始就通過氣體直接坍縮，快速成型。更顛覆認知的是原初黑洞假說，這種黑洞無需恆星作為母體，在宇宙大爆炸後的極短時間內，由極端密度的物質直接壓成。質量範圍可從地球級別到數千萬倍太陽質量，但目前仍缺乏確鑿觀測證據支持其存在。說到這裡，可能有朋友會問，黑洞的形成還有其他方式嗎？當然有，除了恆星坍縮、氣體直接坍縮和原初形成假說，黑洞還能通過合併長大。2個恆星級黑洞碰撞融合，就能形成中等質量黑洞，而多個中等質量黑洞在星系中心聚集合併，又能形成超大質量黑洞。2025年9月，世界望遠鏡 EHT 合作組發布了 M87 星系中心黑洞的新圖像，發現它的偏振方向在2017到2021年間發生了180度翻轉。這一現象源於黑洞內部磁結構與外部法拉第瓶的共同作用，反映出黑洞周圍湍動不止的極端環境。M87 星黑洞質量是太陽的60億倍以上，距離地球5500萬光年，它的噴流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噴射。這次偏振發現進一步證實了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預言的黑洞陰影，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黑洞的形成和演化還有太多未知等待探索。了解了黑洞的形成機制，接下來就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：我們银河系到底有多少個黑洞？根據恆星演化模型推測，銀河系擁有約1000億顆恆星，每1000顆恆星中可能有1顆演化成黑洞，因此恆星級黑洞總數約為1億個左右。而錢德拉 X 射線天文台的觀測顯示，僅在銀河系中心人馬座 A 星周圍3光年內，就已確認存在數千個恆星級黑洞。這些黑洞大多是孤立的休眠黑洞，不與周圍物質互動，因此難以被觀測到。雖然目前對休眠黑洞的統計存在不確定性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
在直徑10萬光年的銀河系裡，黑洞分布廣泛，只是它們大多沉默寡言，等待着我們用更先進的設備去發現。那麼，在這些數量龐大的黑洞中，有哪些是我們已經確認的明星黑洞呢？首先必須提到的就是銀河系的心臟人馬座 A 星。2022年5月 ，EHT 發布了它的首張照片，看起來像個甜甜圈，周圍的光都是被它的引力彎曲形成的。它的質量是太陽的400萬倍，直徑4400萬公里，距離地球約2.7萬光年。正是它的強大引力，讓銀河系中數千億顆恆星圍繞它公轉，所以被稱為隱形黑洞。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離我們最近的黑洞蓋亞 BH1。根據 ESA 蓋亞衛星第3次觀測數據，蓋亞 D23，它位於蛇夫座，距離地球只有1600光年，是之前已知最近黑洞距離的一半。這個黑洞質量是太陽的10倍，屬於恆星級黑洞，而且是一個休眠黑洞。最特別的是，它有一顆類太陽伴星，兩者距離相當於地球到太陽的距離，卻能穩定公轉。科學家推測，它甚至可能是由2顆黑洞組成的三核系統。2025年底，蓋亞 DR4 發布後有望得到證實。除了這2個2023年發現的超大質量流浪黑洞候選體，也值得一提，它正在逃離宿主星系，身後拖拽着氣體和恆星。若後續觀測證實，將成為超大質量黑洞星際漫遊的首個確鑿證據。這也意味着黑洞並不是永遠固定在星系中心，它們也可能成為宇宙中的游牧民族。說到這裡，我必須要澄清幾個關於黑洞的常見誤區，很多朋友可能都被科幻電影誤導了。第一個誤區，黑洞是宇宙吸塵器，會無差別吞噬一切。其實不然。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勞埃德·諾克斯教授早就澄清過，黑洞的引力範圍是有限的，只有進入它的事件世界，也就是黑洞的邊界，物質才無法逃脫。遠離這個範圍的天體完全可以穩定運行，就像地球繞太陽公轉一樣，不會被遙遠的黑洞影響。蓋亞 BH1 的伴星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它在黑洞的安全距離外公轉，安然無恙。第二個誤區，黑洞是黑色的，我們能看到它的本體。其實我們看到的黑洞照片，比如人馬座 A 星和 M87的甜甜圈，並不是黑洞本身，而是黑洞周圍被引力加熱的氣體和塵埃發出的光。黑洞本體是完全不發光、不反射光的，我們永遠無法直接看到它的樣子。第三個誤區，黑洞只會吞噬物質，不會釋放能量。但實際上，黑洞在吞噬物質時，會在兩極形成強大的噴流，這些噴流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噴射，釋放出巨大的能量。M87星的噴流就是典型例子，它的能量輸出甚至超過了整個星系的恆星總能量。第四個誤區，黑洞越大，引力越強。其實引力的大小不僅和質量有關，還和距離有關。一個恆星級黑洞如果離我們足夠近，它的潮汐力可能會把地球撕碎。但一個超大質量黑洞如果離我們足夠遠，它的引力影響可能還不如太陽。還有一個大家可能關心的問題，宇宙中最大的黑洞是？關於最大質量黑洞，現在說法不一，黑洞本身無法觀測，質量基本靠估，有的說是鳳凰座 A 星黑洞，有的說是 SDS-SJ1148 加1930星系中心黑洞。我採用了 NASA 的說法，獵犬座的碳618，或是觀測到的迄今已知質量最大的黑洞，其質量高達太陽的660億倍。現在咱們來總結一下，黑洞的形成機制有恆星坍縮、氣體直接坍縮、黑洞合併3種已被觀測證實的方式，原初黑洞則是尚未證實的理論假說。銀河系的恆星級黑洞總數約為1億個左右，其中離我們最近的是1600光年外的蓋亞 BH1， 中心則是400萬倍太陽質量的人馬座 A 星。隨着2025年韋伯望遠鏡、EHT 等設備的新發現，我們對黑洞的認知不斷被刷新，比如原初黑洞假說可能解決暗物質之謎。有科學家推測，暗物質可能就是那些沒有蒸發乾淨的微型原初黑洞，它們有質量，能產生引力，卻不與普通物質發生電磁作用，完美符合暗物質的特徵。但這目前仍處於理論推測階段。
如果這個假說成立，那麼銀河系周圍可能包裹着數百萬顆這樣的隱形地雷，這會不會成為人類走出銀河系的最大障礙呢？說到這裡，我想問問屏幕前的你，如果未來人類真的造出了能飛出銀河系的飛船，你願意成為第一批探險者嗎？面對可能存在的未知黑洞，你覺得我們應該勇往直前，還是謹慎探索？其實，黑洞不僅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體，更是解開宇宙奧秘的鑰匙。通過研究黑洞，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廣義相對論、量子力學，探索時空結構、暗物質、暗能量的真相，甚至了解宇宙的起源和終結。就在此刻 ，EHT 仍在持續觀測 M87 和人馬座 A 韋伯望遠鏡還在不斷向我們傳送宇宙深處的畫面，更多關於黑洞的秘密正在被一點點揭開。或許在不久的將來，2025年底蓋亞第24發布後，我們會發現更多離地球更近的黑洞。或許韋伯望遠鏡能找到原初黑洞存在的確凿證據，甚至破解黑洞起點的奧秘。但現在，我們依然只能站在地球上仰望星空，對這個神秘的天體充滿好奇和敬畏。最後，我想留下一個問題：如果黑洞的另一端連接着另一個宇宙，你願意穿越世界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嗎？或者說，你覺得黑洞的起点背後隱藏着宇宙的終極真相嗎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想法，咱們一起討論。宇宙的奧秘無窮無盡，黑洞的故事才剛剛開始。關注我，下次帶大家探索更神奇的宇宙現象。我們下期再見。